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带来的是努比亚今年的第二款旗舰 Z17S。这台手机可是一发布就是自带光环，因为首先它是全屏的一个设计，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努比亚自身的这个引以为傲的技术无边框啊，也是加持到上面。无边框加上全屏的设计，首先我自己这个期待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么重量级的一款手机，努比亚没有再为它再开一个新的系列，而是直接挂到了 Z17的下面。这个原因呢也非常明显，因为除了外观 ID 方面呢，别的并没有什么改变啊。不过就是双摄呢，他说这个降噪算法啊又是更新了一代。由于之前的 Z17呢，我们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深度测评，那么这台 Z17S 呢，我们会从3个维度来详细的看一下它。第一个就是它的外观 ID 方面，第二个。之前叫宇宙级双摄啊，这次应该叫什么盘古级双摄吧？这个双摄像头。第3个啊，就是它的软硬件调教这个性能方面的问题。OK，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努比亚 Z17S 马上开始。在外观方面，虽然说 Z17S 也是全面屏，但是呢，跟主流的不太一样，是采用了17:9的屏幕，这跟18:9的呢，视觉上就要矮了那么一点点，也就是宽了一些啊。对比一下小米 Mix 2 Z17S 的边框呢，确实要好了很多，毕竟有着几代无边框技术的加持。所以说，上到 iPhone 10，下到1000元全屏 ，Z17S 都是目前众多同类机型中边框控制的最好的一部啊。无论是在彩虹纹还是在两侧的金属框的控制上，较上一代 Z17呢都要好了不少。在日常使用中，你只要不是特别的盯着手机的两侧看啊，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彩虹纹的情况啊，不影响使用。屏幕总体的设计风格呢和三星 Note 8呢较为相似，不过在圆角的处理上没有 Note 8那么圆润。屏幕尺寸5.73寸，分辨率2040×1080。虽然屏占比呢高达90.36%（括弧它这个屏占比呢是它自己的一套算法啊），但是整个机器的额头和下巴呢还是比较宽的。所谓的全屏设计呢，并没有让人有非常惊艳的感觉。背部采用4曲面的玻璃设计，以金属中框以接缝控制呢是非常不错。不过，就像开箱中所说的，金属中框的外延不光导致手机的手感变差了，甚至在视觉上呢都让整个机器变宽了。再加上原本就是17:9的机身，无边框全面屏的惊艳感大打折扣。双摄和指纹识别区域内 Z17基本相同，没有什么改变。这个配色上呢有黑金和极光蓝两种颜色呢还都是挺好看的啊。性能续航方面是针对于之前的 Z17呢要着重体验一下，因为努比亚的手机呢，在我的体验中呢都是在系统调教上呢，对原本一颗非常给力的处理器调教不是那么给力，在软硬件的优化上呢，也一直给我一种有短板的感觉。Z17S 的配置上与 Z17完全相同，都是采用了835的 CPU， 内存呢也都是2种，这个6+64和8+128，并且呢都不支持拓展。跑分上，我们找来相同价位的1+5和小米 Mix 2作为对比，来看看在性能调教上到底怎么样。通过数据来看 ，Z17S 在性能调教上虽然不是很激进，但是呢，也可以排在第一梯队里面。当然，这只是理论跑分啊。理论跑分结束，来看看实际的游戏情况。王者荣耀，截止我们拍摄结束时呢 ，Z17S 还没有适配高帧模式，所以说农药这一环节没什么可比性了。这个大型游戏崩坏3呢，在复杂的场景中帧率都在30左右，一般场景下呢在40左右徘徊。总体画面呢还算是流畅，但是大型游戏帧率这个环节，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尤其是在835的阵营啊，已经是非常低的水平了。游戏之后发热情况还可以啊，这个最高温度呢只有38.4度，这个在数据库中呢属于最低的温度了。从游戏体验发热情况来看，努比亚的性能调教不是很激进，起码相对于 Z17是有降低的，甚至有点低过头了。
在淘宝微博帧率测试中，无论是淘宝和微博，在运行过程中的手机都会关闭4个核心，这个我非常不解啊。这个微博的帧率是比较稳定，全程呢稳定在45帧以上，极少数会掉下30帧以下，画面基本流畅，没有明显的卡顿感。淘宝帧率呢依旧是不太稳定，当然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这是淘宝的锅啊，数据量很大，但是它的波动区间呢达到了10到60帧之间啊。这个虽然有淘宝的锅，但是在主流旗舰中，这个水平呢也是比较低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特测的20款应用的打开测试，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啊。当我们测试第一遍的时候 ，Z17S 居然把后台的计时秒表给杀死了，并且我们测试了2次，无一例外啊都给杀了。第3次我们使用了另外一部手机进行计时，第一轮应用打开时间反应就比较慢，第2轮呢打开中间出现了明显的卡顿和等待时间，一共就20个应用，足足杀死了15个，最后耗时6分39秒。这个成绩确实非常意外，我们总共测试了4次，把最快的一次放进我们的数据库，结果还是倒数第3，在所有手机中仅仅比魅蓝要快一些啊，基本上算是整个835阵营的天残腿了。Z17S 的系统优化这次真的是有点堪忧。最后一个拍照环节，这次努比亚 Z17 在宣传上呢，除了全面屏呢，第2个重点就是相机了。这个 Z17S 上搭载了4颗摄像头，前后各双摄，后置为1200万加上2300万像素，光圈 f1.8 加上 f2.0， 传感器 MX362和 MX318。从参数上来看还是非常顶级的，与这个 Z17 呢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呢就是 Z17S 上照片的降噪算法呢较上一代呢有所升级。那么 Z17 定义的是宇宙级双摄，当然它的全面测评呢小白已经给大家做过了，可以去之前看一下。那么这一次小幅度升级之后的 Z17S 是不是要做盘古级双摄了呢？真正什么水平，我们是直接看样张吧。第一组 Z17S 的整体曝光呢高于 Mix 2与 1+5， Mix 2呢还是有一些祖传率， 1+5 颜色呢比较接近真实观感，放大来看地砖 Mix 2呢出现了严重的涂抹感， Z17S 和 1+5 呢算是打了个平手。第二组 1+5 对水颜色的还原呢最为真实啊， Z17S 呢有些偏冷， Mix 2呢依旧是有一点偏绿。这个放大来看，样张中的熊猫 Z17S 曝光呢比2个要高一些啊， Mix 2呢和 1+5 曝光控制基本一致。第三组中 Mix 2以竖的测光为对象，所以导致后面的背景完全过曝，而 1+5 和 Z17S 呢是以全局测光为主，所以竖的部分呢比较暗。放大看细节， Mix 2因为测光对象不同啊，所以无论是竖的颜色还是细节啊，都比其他2个要好一些。反观 Z17S 这噪点呢是多得惨不忍睹啊，这个小幅的升级到底在哪里呢？接下来看一下 Z17S 在夜间成像质量如何。第一组夜景样当中 ，Z17S 的曝光还是偏高一点，在室内的灯光部分呢，相对 1+5 明显过曝。Mix 2呢是以室内测光为主，所以外面要暗一些。放大看屋内的字 ，Z17S 不如 1+5 清晰 ，Mix 2呢则是糊成一片。第二组样当中 ，Z17S 的颜色还原上呢稍微欠缺，尤其是右上角 HM 的标志和 Mix 2呢都有些偏黄。放大看楼梯部分 ，Z17S 的噪点呢依旧控制的稍微有些差。Mix 2和 Z17S 的地砖衔接部分呢也有明显的涂抹感。第三组样当中呢，很明显能够看出 Z17S 和 Mix 2噪点控制呢还是老问题啊。放大看上面的字 ，Mix 2呢基本不可看了，这个 Z17S 呢还是稍好一些。最后一者的样张画面的纯净度呢还是1+5，这个 Mix 2呢无论是地砖的噪点控制还是路灯的眩光控制呢都是3者中最差的。Z17S 从总体的观感上来看和1+5呢差不太多，虽然在眩光控制上呢不如1+5，但是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看一下这组的参数，Z17S 的 ISO 呢是3者中最低的 ，Mix 2呢已经是1600了，但是画面的纯净度呢依旧不如 Z17S 好。Z17S 的前置双摄方案呢是2颗无暗像素 f2.2 光圈的传感器，支持人像美颜和背景虚化。这次努比亚首次采用了前置双摄，好处就在于自拍的时候呢，可以得到类似于后置双摄的背景虚化效果，实际出片呢比单摄算法算出的虚化效果要自然一些。总体体验下来，感觉 Z17S 的摄像头的宽容度呢还是比较低的，普遍曝光呢调得比较高。相继的噪点呢，虽然说到了第2代的算法，但是还是比较明显的。咱们就不说什么宇宙双摄、盘古双摄了啊，就跟自家的 Z17 来说呢，实际提升的效果呢也并不太明显。这一点呢，有点像小米6和小米 Note 3与小米 Mix 2的区别，就是第一代旗舰的时候调教的都是比较成熟的，相对来说，到后面的延续机型，比如说 Note 3或 Mix 2呢，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软件上呢都需要1-2版的更新才可以。
OK， 本期又是测评视频，老规矩，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 Z17S 这几个关键字，这一期视频的所有详细数据，小白已经为你做好了文章，可以免费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同样，我们的数据库呢也在调整完善之中，可能跟上一期呢有一些不太一样，是因为一些机型的系统更新，我们后期会及时为大家更新数据库。续航方面 ，Z17S 内置了一块3100毫安时的电池，比 Z17要少了100毫安时，估计是因为全屏的妥协吧。最高支持5伏5.2安的26瓦快充。不过在我们用测试工具测试的时候，只能显示7瓦，应该是对测试工具有屏蔽啊。不过经过实测，充满仅需要1小时12分钟，这个成绩还是非常棒的。在我们目前的充电数据库中呢，登顶第1名。续航方面，我们的3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呢是耗电43%，最后剩余57%。1小时的视频耗电的耗电量14%，淘宝的13%，游戏16%。Z17S 的续航水平在我们的续航总数据库中排名第4位要知道它只有3100毫安时的电池，表现还是不错的。毕竟835调教的这么保守。不过不管怎么说，5.73寸这么大的屏幕，只搭配了3100毫安时的电池，这个总量还是比较小的。另外再多说几句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 Nubia 的系统优化问题了。这个在很早之前的 Z11的时候呢，我就说过，到 Z17上呢是改进了不少，不过到 Z17S 上又有这个迹象了。这个具体的表现呢，就是莫名的卡顿，不定时、不定期、不定地点，会碰到一些小卡，偶尔甚至会闪退一下。总而言之，就是给你一种这个系统呢调教并不成熟，甚至感觉没有最后收尾完成就发出来了。这个确实很难演示，因为这个是日常使用中呢就会给你这种感觉。其实大家在上面的性能以及真力测试中呢也能看到一些端倪，这个也是我在每次推荐国产旗舰机型的时候都把 Nubia 放在第2梯队的原因，就是这个系统的优化成熟度上。因为一台旗舰机毕竟陪你的时间呢最少也得有个1-2年的时间，系统的优化成熟度有的时候甚至比相机的优先级还要高一点。此次 Z17S 作为 Nubia 的第1款全屏手机，我个人一开始的期待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有无边框的加持嘛。但是实际体验来看，无论从全屏的观感还是硬件性能的拍照上呢，都不算最优秀的。毕竟现在的全屏呢，还都有一些炒作概念的嫌疑。如果不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呢，单看一台手机，其实这种全屏的感觉呢，并不是特别强，并且官方都快把 Z17S 的拍照能力吹上天了。经过我们的实际对比呢，跟想象中的落差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景中呢，都排不上第1梯队。还有就是最重要的系统方面，在算法和优化上呢，都需要下功夫，期待它后面的软件更新吧。虽然说 Nubia 这个品牌呢一直在咱们的视线之中，但是照之前那2年呢，这个 Nubia 总体的这个出货量呢，其实一直在一个下降或者说萎缩的一个趋势。整个手机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并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地方。之前 Z17呢，虽然说有一个无边框的加持，但是那个技术呢已经是用了好几代了。这款 Z17S 呢，也像是一个急于上马的一款产品就是全屏来了，我们要赶紧快用这个相关的技术堆叠一下，马上推出一款产品，也是没有开一个新系列的原因只叫 Z17S。无论是从软件方面，还是从这款手机整个这个握持感和观感方面，首先这个17:9的这个比例，我确实就不太能理解感觉并不是那么成熟，有点急躁的这么一台手机。不过好在 Nubia 的技术积累呢还是不浅的，相信后面推出的全屏手机呢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吧。无边框加上全面屏，这个想一想还是挺让人兴奋的因为现在全面屏的手机，之前说了上到这个 iPhone X 还是下到这个所谓的千元全屏，边框呢都是比较宽的。Nubia 有无边框的技术，这是一个天然的优势，希望被好好利用。在购买建议上，如果你要是中意这台手机呢，2999的这个版本应该是首推。OK， 这一期的 Nubia Z17S 虽然没有全面都测评但是这几个比较关键的点呢，已经都跟大家聊到了。活动呢还是老规矩，这一期呢咱们在微信公众号举行，在后台直接回复 Nubia Z17S 这几个关键字，我们将会抽取1位小伙伴，1周之后赠送一个1加的背包一个。Nubia 送1加是吧？还有就是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赶紧关注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对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Champion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OK，最后呢，录制一个非常简短的小花絮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这一期的数据库呢算是比较完善了，一共大概分为5大类大概5个非常详细的表格。但是呢，针对于上一次，比如说 Mate 10的时候，那个数据库呢会有一些的更新，因为比如说就是20款应用这个打开那个环节，因为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更新啊，或者说这个软件上的一些优化啊，所以说我们又重新测试了一遍。在安卓这边呢，这个20款应用的打开呢，我只是说这一个环节啊，这个别的数据类型我们后续呢也都会同步及比如说有改变比较大的时候，升级比较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更新。所以说每期它的波动呢可能会有，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不是说它固定是多少个数值，那它今年的这个数值都是这样了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尤其20款应用打开，它可能安卓大家都知道这个波动非常大，测试3遍的话，上下可能会差到几十秒。所以说我们会测试多次，然后选择一个平均值，选择一个中间值，然后作为它的这个入库的定量放进去。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对这个数据库，比如说看到你上一期跟这一期看的并不太一样，那就是我们做了更新但是标准呢都是一样的，测试标准都是一样的，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对这个数据库呢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同样还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在每一期视频呢我们都会同步微信公众号的数据库也会更新。好了，确实这个数据库更新呢量会比较大，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更新会稍微慢一些，希望大家理解。拜拜。